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从前看《甄嬛传》，看到眉庄假孕事件和后来甄嬛的木薯粉事件之后，总觉得大胖菊不是一般的偏心啊。这两件事中，眉庄和甄嬛同样被华妃团队算计入坑，同样人证物证俱在，同样关乎皇家子嗣，皇帝的态度却截然不同。假孕事件中，皇上从头到尾对眉庄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最后还当众拔掉了他头上的簪子，大声训斥贵人审视，言行无状，着降为答应，褫夺封号，幽禁弦乐阁，不得朕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而在木薯粉事件中，皇上是怎么说的？就只有婉贵人宫里领过木薯粉，再无旁人吗？那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。婉贵人，你要说什么尽管说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要是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进入清凉殿的，你就告诉朕。这样一对比，皇上偏心甄嬛都要偏到800里外去了。首次看剧时，胖妮以为皇上偏心甄嬛是因为甄嬛长得像纯元，直到反复刷剧，尤其是重点关注这两件事发生之前眉庄和甄嬛的表现，胖妮才领悟皇上的偏心是可以理解的。眉庄和甄嬛等人入宫，首先是皇上的妃嫔，其次才是太后的儿媳。甄嬛深谙这一点，而眉庄则有本末倒置之嫌。听闻眉庄有孕，太后赏了她和2仙金簪。当时眉庄应该是不知道这个簪子的典故，但是瘟疫生日宴上，华妃已经明确指出这只簪子是太后怀14爷的时候戴过。眉庄出身官宦人家，不会不知道当初九子夺嫡的惨状，也不会不知道太后偏袒14爷而冷淡皇上的事儿，但她却丝毫没往心里去，整天把太后赏的簪子戴在头上招摇。以皇上多疑的性格，定会认为眉庄亲太后而远自己，后宫眉庄如此，前朝沈自山也是如此。所以借由假孕被揭穿这件事，皇上亲手拔掉眉庄头上的簪子，并重重摔在桌上，导致簪子一角破损。从眉庄的角度来看，假孕事件是皇上不信他，但在皇上看来是眉庄不可信在先，他选择不信在后。反观甄嬛，在木薯粉事件之前的铺垫与筹谋，眉庄被禁足之后，甄嬛几次求见皇上都吃了闭门羹，还是方若画了远山带，引着皇上去见了甄嬛。当晚皇上翻了华妃的牌子，应该是没想在碎玉轩过夜，见了甄嬛也没个好脸色，只往榻上一躺，说朕乏得很。如果甄嬛这时提眉庄的事儿，皇上必然会大发雷霆，继而拂袖而去。所以甄嬛反其道而行之，先端来一碗甜羹，让皇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，继而提到榻边的2盆茉莉花，皇上闻着正好消乏安睡。一句话留住了皇上过夜。而在接下来的2分多钟时间里，甄嬛向观众展示了大神级别的枕头风，短短几句话连消带打，破了华妃的局。什么是要紧事呢？甄嬛让皇上帮她参谋用什么材质的花钿。皇上问，这就是你的要紧事？甄嬛答，礼为悦己者容，可不是顶要紧的吗？皇上又问，你不为沈氏求情，那你执意要见朕？甄嬛回，四郎好几日不见臣妾了，还不许臣妾先去见四郎吗？甄嬛的这2句话等于撇清了自己与假孕事件的关系。如果眉庄靠假孕争宠是真的，那么这件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眉庄，最大的受害者是皇上。甄嬛若也参与了假孕一事，就证明在眉庄和皇上之间，她是站眉庄的，这是皇上最害怕面对的局面。因而假孕事件发生之后，皇上对甄嬛避而不见，就是害怕见面之后坐实了心中的想法。而甄嬛见了皇上之后，好像把眉庄的事情已然抛之脑后了，句句都在诉说她对于皇上意见的重视，以及对于皇上的思念。这样一个好姐妹被禁足，自己却满脑子都是四郎的女人，当初又怎么会为了帮姐妹争宠而欺瞒伤害皇上呢？
什么是枕边人的信任呢？其实话说到这里，皇上已经相信了甄嬛与贾韵之事没有干系的，但是他还想进一步试探甄嬛的想法，于是问：人人都说你与沈氏亲厚，贾韵一事必与你有牵连，你怎么不为自己辩白呢？听皇上这样问，甄嬛开始给皇上洗脑，四郎是明君，又知晓嬛嬛心性，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。言外之意，如果皇上听信了一面之词，也就辜负了甄嬛的信任。皇上又问：你就如此相信，朕对你没有一分疑心？请注意，皇上此处的措辞还是朕和你，到了甄嬛的这里，他偷偷把两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为枕边人关系。四郎是嬛嬛的枕边人，若嬛嬛连枕边人都不信，还能信任谁？依靠谁呢？面对甄嬛这样一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，弱小无助，全身心信任，依靠自己的美貌宠妃，皇上的保护欲一下子被激发出来。这也是木薯粉事件中皇上一直对甄嬛和颜悦色，鼓励她为自己辩白的原因。因为甄嬛先对皇上表达了高度信任和依赖，皇上才需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她值得被信任和依赖。经过上面一番对话，甄嬛已经撇清了自己，并巩固了和皇上之间的关系。但这些还是不够的。接下来甄嬛又说，梅姐姐的事四郎自有决断，嬛嬛也不好说什么。四郎不是早就叮嘱过，华妃复宠之后，嬛嬛或许会受些委屈，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的。这句话太厉害了。表面上甄嬛表达的是她对皇上的理解，实际上则是把皇上的疑心往华妃身上引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甄嬛预知到华妃团队算计了眉庄之后，不久之后很可能会故技重施，算计自己。有了这句话垫底儿，届时皇上从主观上会认为华妃是在故意刁难甄嬛，让甄嬛受委屈。这样看来，皇规全被罚还真不仅仅是因为一盆开败了的花，而是甄嬛的枕头风起了作用。皇上借惩罚皇规全来削减华妃的羽翼，给她警告。在整个《甄嬛传》中，单论吹枕头风的功力，甄嬛和端妃当属最强。两人都能通过三言两语达成目的，又让皇上听得舒坦畅快，不反感。如此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信任。皇后和华妃只看到木薯粉事件中皇上对甄嬛的偏袒，只看到端妃一出来作证，皇上立即相信了端妃，不再做深入调查，却看不到在这偏袒和信任背后，端妃做了多少努力，而甄嬛提前下了多大一盘棋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